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我们都知道，在商场里或者是医院里都有大型的热水器，热水器烧水效率很高，一次烧很多。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这种热水器呢，一般是由380或者是220伏供电。我们今天看的呢是一个380伏供电的热水器，这个 QS 就是总断路器。当然也可以选用3向的刀闸，下面的 KM1 就是交流接触器的常开点，上面这个就是它的线圈 ，KM2 是另一个交流接触器的常开点，是给我们下边这个 EH4 进行供电的，这端就是它的线圈了。这个 KM2-1 就是它的自锁点 ，EH1、EH2、EH3 首尾相接，组成了一个角形连接的加热电路。它是通过 KM1 进行供电的 ，EH4 是通过 KM2 进行供电的。这里的 S1、S2 是浮球开关，是这个 S1 和这个 S2。这个浮球开关是控制进水阀的。LED1 是电源指示灯 ，LED2 是加热指示灯 ，LED3 是保温指示灯。这个90度的 ST2 是保温温控开关。我们看一下它的工作过程。当我们接上水龙头，打开水龙头以后，水就从进水阀进入水箱，直到浮球开关浮起，进水阀被关断，停止加水。加水过程中，上部的水通过连通管流入底部水箱，水加满后，进水阀的浮球和水位开关 S2 的浮球同时被顶起。这时呢，我们看这个 S2 是接通状态，同时呢，我们这个水位开关，由于这个水箱内没有水，因为我们刚开始注水的时候，这一端有水，但是呢，由于这个水管是高于这个水面的，所以呢，这端没有水。这个 S1 浮球呢是在下边的位置，同时呢，就是我们这个 S1 开关打到01端。很显然，我们的380伏通过这儿，然后给我们的 KM1 进行供电，同时通过电阻22给这个加热指示灯供电。加热指示灯被点亮。由于 KM1 线圈得电，所以 KM1 常开点闭合，给 EH1、EH2、EH3 供电，使水箱加热。由于这个发热管加热以后，水箱内的水会膨胀，同时水蒸气也会膨胀，使这个水箱内的水通过出水管溢到我们的开水出水箱，直到开水出水箱内的水把这个水位开关 S1 顶起。当水位开关 S1 顶起的时候，这个 S1 就会落到这个02端，把这端断开，这时我们的 KM1 线圈就断电，同时我们这个加热指示灯也会熄灭。380伏通过这一端，通过 ST2 给线圈 KM2 进行供电，同时给保温灯进行供电，保温灯亮起。由于 KM2 线圈供电以后， KM2 交流接触器常开点闭合，给 EH4 进行供电， EH4 发热管开始加热。当水箱内的温度达到90摄氏度的时候， ST2 断开， KM2 线圈失电，同时保温灯熄灭， KM2 常开点断开，停止加热，直到箱内的温度低于90度一定的值的时候，这个 ST2 再次闭合， KM2 线圈再次得电，保温灯再次亮起，再次给 EH4 供电，使内部的温度始终保持在90度左右。 SA 是一个再沸开关，当按下 SA 的时候，我们的 KM2 这个自锁开关同时被锁住，这时380伏通过 KM2-1 自锁开关 ST1 温控器给 KM2 线圈继续供电，这时 KM2 同样是闭合，给 EH4 进行供电，直到水箱内部的温度达到95摄氏度时， ST1 断开， KM2 再次断电，保温灯再次熄灭， KM2 常开点断开， EH4 停止加热，实现了水的再沸腾加热。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